子留步。这，吁。司马公子，请留步，在下崔琰，这里有礼了。原来是冀都尉大人，崔公。哼，老匹夫准没好事儿，一定是来找麻烦的。崔公雅识经远，晚生素来仰慕，邂逅相逢，不知有何指教啊？指教不敢当，不过，公子虽然是初次来到邺城，但是有沈公子相伴，也应该明白当下的形势。我河北、青、冀、兵3州各有所长，并无偏重。然而，听公子所言，似乎对冀州之外的士子颇有偏见，结党联群，可不是君子之道啊！他就是吓唬你，别理他。长者之言，晚生敢不受教。不过晚生也听说，袁公帐下聚集河北英豪，可彼此之间却各争所长。胜者就如沈公一样，统领一方；而败者，就像田丰、田元昊一般，身陷囹圄。不知崔公站在哪一边？老夫既以正言相劝，我又怎会去结党营私，贻人口舌呢？哼，嘴上说的好听，谁不知道你背地里和辛毗他们是一伙的？公子，你要言之有据，不可搬弄是非呀。入乡随俗，晚生明白崔公的身不由己。不过，夫子云：“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”这世上不仅仅只有一条路。况且，崔公您佼佼不群，又何必非要出示这个冀都尉呢？公子此言何意？晚生的意思是，汉室尚有天子在，而崔公又自名清流，为何不去许都投奔于他呢？仲达，不要跟他废话，咱们走吧。撤。告辞。去。今天不但给了那群士子们一点颜色瞧瞧，就连崔琰那老匹夫也被你说得哑口无言，痛快，好痛快！唉，可惜啊，崔公是袁公帐下的名臣，而我呢，只是一介寒微书生。今日得罪了崔公，想必啊，这以后行事更加困难了。那怕什么？我回去跟我爹说一声，让他给你个官职，一句话的事。到时候，同是袁公臣子，你还有我爹罩着，谁害怕谁呢？鱼，那就谢谢公子了。撤。去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么大个村子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曹司空和袁绍已经开战半年了，这里是战乱频发之地，百姓或死或逃，千里无鸡鸣。原来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先找个地方进去避避寒吧。万一追兵追上来怎么办？可是我们连夜奔逃，又冷又累的，而且皇后的身体就快要撑不住了，我们必须要找个地方暖和暖和。如果这样被追到，才是死路一条。去吧。是。人都走了，肯定不会有东西留下。先找个地方让皇后休息一下。
陛下，我来。我们自己来。没事儿。我说不用了。陛下，娘娘，这水是干净的，洗把脸吧。臣谢陛下娘娘救命之恩。陈玉琼为什么要抓你？国家与纯玉琼一直有联系，我想知道邓展被派去温县的任务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他没说。我也知道父亲和陛下的关系，我想帮父亲查清陛下的势力。臣罪该万死，请陛下责罚。你倒坦诚。先起来再说。我跟你父亲在政见上或许有些不同，但并不代表我可以迁怒于你，无视你的性命。我8岁就跟着父亲南征北战，见过各种各样的人。但是说真的，陛下，我看不透你。你才多大呀？说话就这么老气横秋的。如果你想受罚的话，就赶紧去附近看看有没有吃的，啊！我这就去。无论如何，他毕竟是曹家的孩子。陛下，你是在养蛇。但是他也是我们的同伴，朝堂上的事情留到朝堂上去解决。其实他也挺坦诚的。你再看看曹节，还有曹家的几个孩子，这样看下来，我倒是很想知道曹操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陛下对曹氏还有幻想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也许这对我们是个机会呢。好，从今往后，你要冒险随你，我要跟着也随我。你想随意舍弃自己的性命，也不要指望我先逃。我不改变你，你也无法改变我。好。陛下皇后，请看，我们有吃的了。陛下是金玉之体，怎么这些烹饪洒扫的杂役也做得这么好？昔日被李傕和郭汜挟持，这逃难之中，哪里管你是天子还是公卿啊？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，做惯了，也就什么都会了。陛下受苦了。陛下往后是什么打算啊？二公子呢？二公子有什么想法？打算去官渡找曹司空吗？不，我想去邺城。我想看看袁绍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。好啊，那就去邺城看看。邺城。
我本来就打算去邺城的，我们还没有接近袁绍呢。曹丕是在故意引诱你。不入火穴，焉得虎子？皇后，难道你忘了方才说过的话了吗？好，我陪你。这天下离乱已逾10年，天子苦，黎民更苦。这村子荒残破败，中原更不知道还有多少个这样的村子，荒无人烟，死之令人断肠啊！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。陛下，嘘，有人来了。追兵吗？人应该不多，我应付得来。咱们先躲起来。别杀我！你是谁？这里是我家，这是我的剑。你的剑？你的家人呢？都迁走了。这里一直在打仗，乡亲们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被拉夫的拉夫，村子里早就没人了。那你为什么回来？你这把剑是好剑，绝对不是寻常农家之物。你是不是杀人了？还是在哪偷来的？我没有。前几天这里刚打了仗，我从一个死尸旁捡了这把剑，又不敢让爹娘知道，只好偷偷藏在这里了。所以你回来，是为了这把剑？嗯，我要上战场，立战功，可不能没有剑。你要参军？曹司空还是袁绍？那都是谁啊？乱世之中，诸侯交战，各为其主，生民百不疑一。想立战功，太难了。我不怕。可是你父母都在，你不在家照顾他们，为什么一定要去参军呢？怎么照顾啊？种地，那么重的赋税，种了地，不是被官府收了，就是被抢了，到头来还是个饿死，还不如我去从军。
我一人从军，全家的租役都免了。我有了军功，有了官职，就没人会欺负我们家。我觉得你的选择不错。国家有难，却只图苟全一家一室，非大丈夫所为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不上战场，就永远不可能出将入相，名垂青史。拿着这把刀，去官渡投靠曹司空的军队，军中自会有人安顿你。啊，真的？曹司空到底是谁啊？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。几位客人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娃娃？身材跟这位小哥差不多高，差不多大，脸黑黑的，背着个蓝布包袱。看见了，他去投靠曹司空了。啊！哎呀，走了，还是走了呀！别担心，老伯，您呀就在家等着他建功凯旋的喜讯吧。建功？你这是要我儿的命啊！喜讯，只怕他连死在哪儿都不知道啊！家里就剩我和老伴儿，老大老二都被拉了军去，到现在连个尸骨都没送回来呀！身边就剩下这么个幺儿了，本指望他活着就好，可现在，哎，老伯，您先别难过了，我在司空军中有熟人，会有人照顾他的。不行，不行，他往哪个方向去了？官渡方向。三儿，你不能去，不能去！这就是朕的天下，但这也是朕要改变的天下。叶城卫从事，我是很想留你在我身边任职的，可我父亲说你心思缜密，又有机变，有上次擒拿密探的功劳在，让你在邺城卫供职更合适。哎，你呢就负责侦缉邺城内的可疑人员，立了功，我爹立刻就能给你升官。非常感谢申公对我的赏识，只是今天这酒菜备得太薄了。那就明天再喝一顿。喝顿大的给你道贺。好，不过就看你明天起不起得来。论读书嘛，我不如你，可要论喝酒，我可就能当你先生了。哇，20年的梨花白，啊，甘醇香浓，难得呀！公子果然是识货之人。置酒中堂上，嘉宾冲我庭。这一杯，感谢公子的伯乐之情。你我就不要说这些见外的话了。多亏了仲达，才狠狠地挫败了那些世子。今天仲达又高迁了，我心里高兴。来，这杯我敬你。请。怎么样？公子果然是好酒量。再来，干！来。啊，真是好酒啊！来，仲达，多喝点。不，哎，来，干！来。再来。酒逢知己千杯少。来，来，来。
我们继续。公子，好酒。我行了。仲达，仲达，喝着酒你怎么就睡觉了？啊？仲达，仲达。我睡会儿。真的，天凉，睡觉要盖被子。你就在这多睡会儿吧。司马公子，这么晚了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哎呦，恭喜司马大人！刚刚上任，出来转转。那小的带大人查看查看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转就行了。啊，这个拿着，给弟兄们买点酒，买点吃的。好，那大人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尽管吩咐小的。走吧。好嘞。我来了。你简直胡闹嘛！我怎么胡闹了？你把你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才是胡闹呢。再说了，如果能把你从这里救出去，才能显现出我的能耐，说不定啊，你就会喜欢上我了。果然那个臭小子没有骗我。你说谁呀？哎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从今以后，我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。啊，对了，我给你带来些糕点和姜汤，你先喝点姜汤。快呀，喝点姜汤，暖暖身子。啊，小心烫啊！你是不是感动了？司马懿，哎，莹儿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哪怕是在牢里，我也愿意。
我得走了。等下那个臭小子醒过来，就麻烦了。你到底说的是谁啊？一个能帮我把你救出去的人。救我出去？对，我很快就能把你救出去。司马懿，你忘记我的身份了。我是反叛了曹操的弘农王妃，也是背叛了主人的西园尉。曹操之地和袁绍之地都没有我容身之处。在陛下和皇后眼里，我是间谍。出去，我不知道我可以去哪里。你当然是跟我回温县，做我司马懿的妻子。婴儿，外面的云淡风轻，高高白日，你曾经经历过的，难道你还想再回到黑暗中去吗？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有我陪着你，守护着你，保护着你，一生一世。你可不许流泪啊！这样的话，我就真走不了了。你放心，只要一有机会，我一定会来看你。我真的要走了。拿着，我走了。弄丢了董承，弄丢了二公子，弄丢了天子，军师祭酒国家，连夜逃回，惶惶如丧家之犬。这样子，我还是头一回见呐。你就是为了看我笑话，才跟我同车走的吧？哎，你们年轻人都走了，我一把老骨头留在许都那个空壳子里做什么呀？哎，看，满宠、孔融他们吵架吗？哎呀，你说你整天装糊涂，心里可明白着呢。你就是为了天子而去的，你就不怕天子留出了你们的手掌心，远走高飞了？天子啊，就像个孩子，越是困着他，他就越想出去。你就放手让他出去看看，他就知道还是家里好了。行到咫尺，载客载饥。出门在外，日子可不好过。不知道天子在北边过得如何？天下何处没有你郭奉孝的耳目啊！
天子聪颖，有他们照应，天塌下来也足以应对。要不然，当初董卓为何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废掉弘农王，改立陛下呢？所以，当年你这条老狐狸甘心跟着董卓，就是为了他那一点儿兴汉之心。当年天子以弱冠之身，能保汉室不散。若非心智坚于钢铁，可做不到这一步啊！我也是想看看，天下是否会因此而不同。现在，你看到了。看到什么了？哎呦，老糊涂了，说这话，嘿，就像打盹儿。得，我也睡会儿。哎呦，哎呦，睡了，睡了，睡了，睡喽。哎呦，至坚为刚，上善若水。我倒也想看看，被你贾文和选中的天子，到底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。哎呀，饿了这么久，本来想到叶城吃顿好的，就这儿，别说饭馆了，估计连个干净些的馒头都没有。行行好吧，给，我这里还有。行行好吧。哎呀，给点吃的吧啊！我这里还有最后一个。邺城号称河北富庶第一，而且还听说袁绍曾经下令将房子分给穷人居住。为何这里如此的不堪啊？外地来的吧？袁公将邺城划分为新城和旧城，新城里都是达官贵人，旧城的房子分给我们随意居住。可抢的人多了，越抢越乱呐！看似慷慨，实则乱政。这里就是袁绍的邺城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我只是突然想起郭嘉说过的一句话。说什么了？袁绍见人饥寒，虚念之行于颜色，其所不见，虑或不及也。所谓妇人之仁耳。走吧。给我一个吧，给我谢谢谢谢。给点吃的吧。谢谢谢谢谢谢，给我一个吧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吧，谢谢谢谢，给我一个吧，可怜可怜我们，给我一个吧，给我一个吧。哎呀，终于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了。却说当今天下，曹司公挟天子盘踞许都，袁公坐拥河北，满嘴胡言。侵蚀江东，去看看。诸侯割据，混战四方，汉室火得衰微，改朝换代，怕只在2-3年间呢。那依你看，改朝换代该到哪家呀？袁公举10万大军，以虎狼之势与曹军对战官渡，待袁公一战披役。还要问到谁家吗？好。管离之见，也敢妄谈大事？你是谁？敢说我管离之见？我谁都不是，
路过而已。哼，这里岂容你这狗嘴胡言乱语？不敢。哼！让他们知道，什么是汉室的获得荣光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别动！你放开我！好好听着。放开我！打人可不算本事，你要有什么见解，说来听听。今天我要说的，不是天下大事，而是一个故事。管你说什么，你要是说不好，我们可饶不了你。对，饶不了你，饶不了你。故事要从中平6年说起，灵帝崩殂，外戚专权，宦官乱政，董卓入长安。这还用你说？董卓废少帝，改立陈留王，名为天子，谁不知道他是傀儡？就是啊，就是啊。初平3年，董卓死，李傕郭汜入长安，挟持天子公卿，彼此相攻，死者万数，天子驾寿安逸。行了行了，还以为你有什么真知灼见，原来说的是毛孩子都知道的事。后来不就是曹操迎天子入洛阳，随后又迁都治许，做完董卓的傀儡，又做曹操的傀儡。我说汉室垂危有何不对？大家说说看。对，说的就是呀，所以我说，管窥离侧，不见全报。我且问诸位几个问题：兴平元年，3府大旱，谷价腾贵，一斛谷值钱50万。长安城中人相食，是谁均平赈济，救万民于水火？是天子。你怎么知道？家兄当年正在长安，若非天子下诏赈济，又明察秋毫，处置了克扣粮食的侯季，早成饿殍啊！当时天子才13岁吧？哎，真是一代明主啊！后来李傕郭汜互相残杀，长安几乎成了废墟。是谁当机立断溢出长安？又是谁总天下之望，令杨凤还有董承甘心被主，护送而行？是天子。是天子，是天子，是天子。那又是谁虽辗转诸侯之手，而能全汉室于离乱，挽大厦于将倾啊？还是天子。是天子，是天子，是天子。先帝是不是会永远被代替，被埋没？身份再不能公诸天下，身后不能写实。虽然说现在汉室微如星火，但星星之火却可燎原。许都虽小，却是王气所在，名士如林。焉知庙堂之上，没有中兴之人？好，好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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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请问，你到底是谁？在下弘农刘平。在下河东柳氏柳毅。走吧，这种穷书生夸夸其谈，有什么好听的？这个穷书生，可比那些士子们要难缠得多呀。有吗？我倒觉得他跟那些胡说八道的儒生也没什么两样嘛。更何况有仲达你在，本公子我怕谁啊？真是哪儿有麻烦，哪儿就有你啊！刘兄，高深莫测啊，刘兄啊，有见地，佩服啊！有才学，有见地啊！对，老爷打听到了，刚刚在台上演讲的是许都来的世子，叫刘平。刘平。刘兄，在下真是钦佩呀！对呀，真是厉害，是啊，刘兄，真是现实有才华呀！
可是福先生的学生卢玉。正是在下，姑娘是？我是福先生的女儿。这不可能，福先生只有一个女儿，她是当今的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不可行此大礼。皇后殿下，您怎么会来此地？记住，方才在台上演讲的正是陛下，化名刘平。我命你即日起保护辅佐陛下，诸事隐秘，不得泄露。臣遵旨。照刘公子所言，许都乃皇城，聚集名士，为何不曾有邺城这样的巨儒盛世啊？许都有当世大儒福完福大夫，还有孔融孔少府，一代文章宗师，门生遍及海内。虽然他二人身在朝中，但是不忘兴复古礼呀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说得好，好，好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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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刘兄说得好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走了，走了，这是什么？你就是那个什么刘平？正是。还道是什么高人，区区一个黄口孺子，有什么见识？不敢。你说的那些福完、孔融，不过是些虚名腐儒，怎及得元公家门高贵煊赫？福大夫先祖福生，孔少府孔子后裔，的确是不及河北袁氏4世3公，门庭不凡。你是服输了？我说沈公子，你这是不认识福生，还是不认识孔子啊？煮酒的火还尚温，多情空余恨。野花的灯还撩人，长梦与幽魂。欲盖弥彰，他乡月光，荒凉某个眼眶。现实彷徨，阵阵风凉，沉